中国现在的工作市场上还是有很多的歧视，还是有。现在是2026年，但是在中国的工作市场上，在找工作的时候，还是有很多人受到歧视。受到歧视就是有人歧视你。那我说我受到歧视了，我受到歧视，我受到别人的歧视，我受到别人的歧视了。那就是别人歧视我，所以我受到歧视了，那今天我想和你说四个很大的歧视，还是有的很大的歧视。在找工作的时候，这4个歧视还是很大的，经常发生的。那第一个就是年龄歧视，第一个最大的歧视就是年龄歧视，那就是你几岁啦？你几岁？那你觉得是年龄大的受到歧视吗？还是年龄小的受到歧视？你觉得大家想要年龄大的人呢？还是年龄年轻的、年龄小的人呢？年龄就是1岁、2岁、3岁，这个太小，这个不能工作。那年龄小，可能是21岁啊、22岁呀，一直到25岁这个可能是年轻的，很年轻，年龄很小的工作的人。但是在中国的这个工作市场，在找工作的时候，是年龄大的人受到歧视比较严重。年龄大就是35岁以上，35岁以上，那就是35、36、37、38、39等等，明白了是吧？35以上的人会受到很严重的歧视。以前我经常会看到外面，比如在街上有这个招聘启事，招聘就是一张纸上面写我们想要这样的人来工作，我们想要男孩子有能力的长得帅的来工作，我们想要什么什么什么人，这是一个招聘。那写在纸上，我们叫招聘启事。我以前经常会在街上看到招聘启事，可能在电线杆上，这是电线杆，电线杆，平常我会说电线杆，在电线杆上，我经常会看到纸贴在上面。那这是招聘启事，上面会写我们要这样的人上面也会写35岁以下，35岁以下，那就是比35岁小的人，比35岁小。
那就是20几岁一直到35岁，是吧？20几岁一直到35岁。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招聘启事，但是现在可能他们不会在招聘启事上写35岁以下，不会写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的年龄是35岁以上，他们不想要你，不会让你来面试。面试就是一个人要找工作，那这个想给他工作的人，要给他一个面试的机会，两个人坐在一起说话，面试的人会问他问题，问你是什么样子的工作的状态呀？你工作的时候擅长做什么呀？他会问很多问题，然后呢，找工作的人会回答问题。如果他回答得好，那他可能是面试会很成功。如果问题回答得好，这个是找工作的一个部分。那如果你的年龄是35岁以上，那你拿到的面试机会就会非常的小。所以现在招聘启事上不写要35岁以下的人了，但是呢，他们雇佣的人就是要看，这个人怎么样，我要不要让他来我们这儿工作？那这是雇佣的人，那雇佣的人会考虑这个人是不是合适这份工作。那他会看到这个找工作的人的年龄他一看，哇哦，38岁，Oh no， 我不要给他面试机会，所以呢，他们会自己的心里，就是大脑里但是在中文不说心里在想，他的心里在想年龄有点大，所以呢，这个歧视还是有的，这个歧视还是存在的，但是以前更明显，以前都写在了招聘启事上，现在可能不写在招聘启事上，但是雇佣的人还会在想，他还会有这个标准，在他的大脑里，他的心里想，他的大脑里有这个标准。什么标准？是不是35岁以下？这是一个标准，年龄上的标准。越年轻的人，还是更有优势的，就是更容易找到工作。更老的人，机会很小。好，第二个很大的歧视呢，就是学历歧视。学历歧视，这个学历和身份是在一起的，可以是在一起的。学历和身份，学历是指你学习的一个阶段，你学习到了一个什么阶段？在中国的学习阶段有分为这些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小学，完了以后是初中，是3年，小学6年，然后上初中，
初中阶段完了以后是高中，高中也是3年。高中3年结束以后呢，你就可以考大学。但是大学，考大学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在中国，想上大学的人太多了，大学太少了，所以呢，就会有很多人不能上大学。那他们是考试的时候成绩比较差，他们考试的时候成绩比较差的人不能上大学，那他们可能会选择上大专。它其实是也是大学的一种，但是它和大学的档次不一样。档次就是这个大学的档次更高、更好、更厉害，大专不厉害，档次低一些，它的档次。我们也说，比如说有的车很好，有的车很差。那我们说好的车，比如说劳斯莱斯，劳斯莱斯这个车档次很高，是吧？这个是档次很高的车。有些车呢，档次很差，比如说大众那档次低一些，档次低，档次高。那大专就是和大学是一样的一个阶段，但是呢，它的档次低很多。大学的档次高很多，大专的档次低很多。那这些考不上大学的人，他们会去上大专，在大专里学的东西一般都是比较实用的技术那比如说车坏了，那去修车，那这个修车的人，他们就是技术性、实用性很强的一个工作技术修车是一个技术，那还有比如说护理工作，护理那可能是照顾病人，那这也属于护理工作。护理工作也是技术性的工作，所以这些技术性和实用性的工作都可以在大专这个地方，这种大学，那大专是比大学的档次低一些，是吧？比大学的档次低一些，也是因为考上大专的人一般都是考不上大学的人。大学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，对，第一选择都是大学，因为如果考上大学了，那你会找工作就更容易找工作。那考上大专是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考不上大学，所以到了大专里学到的东西就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性的、实用性的这些课程，这样就方便你更快的去找到工作。那上大专的人，他们的学历就是大专，所以这种学历就会让他们很容易的受到歧视。大专这个学历是被歧视最严重的一个学历，最严重。那中国这个大专比大学的档次低，那比大学的档次再高一点的是研究生。研究生完了以后是博士生，博士 PhD 嘛
PhD 是博士生。那博士生就是一个很高级，是一个很高的档次，一个很高的档次。但是我听说也不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档次，因为有很多的博士生呢，他们也很难找到工作，因为是非常高的档次嘛，不是很多的地方需要博士生，那这个出身呢？出身和学历在一起是第二大歧视，第一大歧视是年龄，第二大歧视就是学历和出身。那这个出身指的就是，比如说你是不是农村人？你是农村来的人，你从农村来还是从城市来？这是一个很大的歧视，真的超级的大。农村人受到很严重的歧视。我觉得农村人受到的歧视，农村人受到的歧视真的非常的大。就是雇佣的人，那他们叫雇佣的人，就是给别人工作的人。雇佣的人是给别人工作的人，那我们把雇佣的人也叫雇主。所以雇主他们不喜欢农村来的人，他们更喜欢城市来的人。在这上面，在这个出身上面，真的有非常严重的歧视。经常从农村来的人呢，他们也有一定的口音，说话有一定的口音，就是多多少少，有的多一点，有的少一点，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点口音。那从口音听起来就已经开始有歧视了。从听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就可能会开始有歧视。但是呢，他们在面试前嘛，那肯定要先给别人简历。你的简历上会写你是从哪里来的，但是如果你隐藏了，就是你不让别人知道这个信息，你隐藏了这个信息，那之后这个信息可能还是会被找出来的，那你还是会受到一样的歧视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被歧视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你的出身背景是你是哪里人，你的家庭怎么样，这都会让你受到相应的歧视。就是如果你是农村人，你会受到这样的歧视，因为农村所以歧视。如果你的背景不好，就是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的工作不好，那你也会受到这样的歧视。那如果你是女生，你可能还是单身，你没结婚，那你会受到这样的歧视。因为不是已经结婚了，你没结婚，所以受到这样的歧视。那有可能是你已经结婚了，你是女生，但是你没有孩子，你会受到这样的歧视。所以我们说，因为不一样的原因，你会受到相应的歧视。这样的原因，这样的歧视，这样的原因，这样的歧视，这样的原因，这样的歧视，
你会受到相应的歧视。因为不同的这个出身原因，不同的原因，所以这个第二大歧视呢，我觉得里面包括的内容很多，所以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歧视的一个原因，一个很大的歧视的原因。好，我们再说下一个歧视的原因。下一大歧视呢，性别歧视。性别歧视，性别就是你是男人还是女人。在很多的工作种类上都会有性别的歧视。工作种类就是什么种类的工作。那你是做 IT 的还是做服务类？那服务员是给别人服务，按摩是给别人服务，是吧？卖东西你买吗？这是给别人服务。所以不同的工作种类会有相应的歧视。相应的这个性别歧视。这个工作种类有这样的歧视，这个工作种类有这样的歧视，这个工作种类有这样的歧视，这叫相应的歧视。那第三大歧视就是性别歧视。不同的种类的工作会有不同的性别歧视。这个工作种类可能更希望要男生，要男人，要男性。男人不是很好听，男性呢听起来更正式，那男生呢更口语平常用。所以我在说工作，这是一个正式的事情，所以我用男性。那有些工作种类可能更希望要男性，有些工作种类更希望要女性。那这是有一定的歧视，是吧？有一定的歧视。然后还有很多工作种类呢，他觉得女性因为没有怀孕，没有生孩子，所以可能会很不稳定。因为如果去生孩子，那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，比如说你需要休假，你需要有假期就是不工作的时间，是吧？不工作的时间，我们说这是休假。那女生要休假去生孩子，所以这会给工作带来麻烦。那雇主不是很喜欢，雇佣的人不喜欢，就是老板雇佣他们的人，雇主不喜欢。所以我觉得女性受到的歧视还是有很多的。好，我们再说最后一个歧视。这最后一个歧视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歧视。那这个歧视是外貌歧视。外貌就是你看起来什么样子，你长的样子，你是不是漂亮，你是不是帅，你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，好不好看。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歧视。不只是好看，不只是长得怎么样，身高就是你高吗？还是矮？你高还是矮？这个也会被歧视，也会受到歧视。你瘦还是胖？
也会受到歧视。所以这个相貌有很多都在里面，很多事情都在相貌的里面。你长得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你身高是高还是矮？高还是矮？还有你瘦还是胖？瘦还是胖？这些都会受到歧视。像我是很矮的，我没有1.6米，我在很多的服务行业是找不到工作的，在很多服务行业，比如说我想在一个饭馆做服务员，我不可以，因为我的身高不到1.6米，不到1.6米，很多地方都不要我，是的，我的身高会很严重的被歧视，因为太矮了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的家人认为我的身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他们在我小的时候，12岁、13岁的时候，会带我去医院治疗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会影响我以后找工作。是他们带我去医院接受治疗就是医生告诉我要吃这个药能帮你长高，要给我打针，你知道吗？打针，这样打针，给我打针，让我吃药让我长高。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家人知道，在中国身高很重要。但是现在我做的事情也许和身高没什么关系，因为我都是在坐着所以我不是站着我不用很高教中文，那我还是很高兴的，我现在做的事情没有受到我身高的影响，不知道在你们国家工作上，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还有没有歧视？在中国的这个歧视还是很严重的，我觉得还是很严重的现在都2026年了，还是有很多歧视的。我也希望歧视以后会少一点，我也希望会变得越来越少。